身处分难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9九。自从瘦针推出之后，真的是大受欢迎。但是现在出现了有女性朋友打了瘦针之后呢，她的体重虽然下降了，但是却开始大量的掉发。还有人便秘严重，必须依赖泻药，甚至呢，到原本的妇产科跟肠道问题呢，就原本的就是他有一些妇科跟肠道的问题也开始变得恶化，所以很多人又开始寻找天然瘦针。那其中一款就是鹰嘴豆，所以到底鹰嘴豆是否是瘦针的天然替代呢？还有鹰嘴豆毕竟也是属于淀粉，吃多少才能取代主食？还有万一有哪些人是不可以吃鹰嘴豆的？那另外瘦针究竟适合哪些人，以及如何把鹰嘴豆和其他的天然瘦针食物放进我们的日常饮食，帮助稳定血糖，还有增加饱足感，同时健康控制体重。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美国自然医学特令。美国自然医学医师 Dr. 林佑荣医师 ，Hello Dr. 林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Dr. 林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其实在美国还有其实在亚洲都还蛮流行的，就是很多人想要用瘦针去达到理想的体重，但是用瘦针来减肥真的安全吗？因为其实我们听说您这里有一些在临床上有一些来求诊的，他出现一些副作用，那请问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呢？就是我有遇到过，就是这个女性患者，那他们就是很想要瘦，那所以打了瘦针之后呢，结果呢几个月之后跑来就说，怎么办啊？就说我一直就是狂掉头发。对，所以这个掉头发其实是一个就是瘦针常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副作用哦。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打了瘦针之后会造成就是你食欲会下降啊，那你就不想吃东西啊，那你整个这个微营养素都变得是非常的这个缺乏。那还有就是我还印象蛮深刻是，就会有人一直跑来跟我们买，就是想要买泻药。就是我想说，为什么你一次要买个10罐12罐，有这么严重吗？对，那他们就说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这个变得是排便真的是变得是非常的这个便秘啦，就变得非常的这个严重。对，那我自己曾经也有在这个网络上有看过，就是说有医生自己打了瘦针之后，就形容说他排出的那个粪便，他觉得根本像是化石一样，就是食便。就是因为整个瘦针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它延缓你肠胃的这个排空的速度，那东西就变成在你的肠胃一直待，结果就是这个就会越积越多，而且变成是你知道水分就会被大肠榨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变得是更难就是排出来。好，所以排便这变成肠胃道问题，变成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常见的副作用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我蛮多这个妇科的病人，所以有几个就是跑过来跟我说，他们跑去打了之后，就发现说，好像似乎这个原本的妇科问题就有点变得好像是更不稳定或者是觉得说自己荷尔蒙波动就是越大，而且跑来问我为什么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是他有子宫内膜异位，又有就是肌腺症那因为我的临床经验就是说，有子宫内膜异位、肌腺症的患者，他们大部分很多肠胃道都不好，而且是很多都是有肠漏症。那他们就是打了这个瘦针之后，因为瘦针呢，基本上呢它为了就是说，它会延缓这个粪便的这个就是排出嘛，那所以这会容易会去诱发，就是这个叫做SIBO， 就是小肠菌过度增生。那小肠菌过度增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菌到处乱长，就长得太过度了，那就容易就导致这个就是肠漏症。那肠漏症呢，那又会让你的这个就是肠漏症，所谓就是这个肠道这个屏障变成是有发炎。那一些不好的物质呢，就容易经由这个受伤的肠道的这个屏障黏膜，然后跑进去血液，然后带进就是一波这个就是发炎。所以原本像我这些妇科病人，要么不是严重经痛，或是子宫内膜异位、肌腺症巧克力囊肿这些，那本来就在发炎了，然后结果这个药物变成是间接的去诱发后面又更多的这个就是发炎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跟我这些就是妇科的这个患者讲，就是说，其实我建议，如果你真的要打瘦针的话，你先把这个妇科的问题就是调好。
你调到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钢筋水泥的骨架，你的整个身体的系统性结构是比较稳定了之后，那你再看你要不要，你可以或许后面你再来打瘦瘦针，就是说先后顺序啦，不然你会变得就是说原本问题没有解决，然后你又产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那你就会一直这个就是一直会恶性循环，对，会变成是恶性循环，对，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瘦瘦针跟这个女性荷尔蒙之间的这个就是关联，因为它其实会造成一些就是影响。对，第一个就是说它会造成就是说功能性的这个下视丘的停经，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说瘦瘦针变成就是让你不想吃，然后也不想喝。对，那这个其实呢对就是这个如果当你的热量是赤字的时候，身体会觉得说，我都没有能量了，那我干嘛把我的能量花在就是说去制造这个有健康的周期，或者说制造去排卵？对，因为我都已经快，你知道，我都已经快活不下去，我没有足够的这个能量和卡路里的时候，所以身体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代偿的作用，就变成是或是有点是假性的这种停经，那造成要么是你的经期就变得延迟。或者是停经，或者是你的雌激素就是突然会就是下降。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它会造成就是说，因为雌激素的这个震荡会造成就是异常出血，因为就是我们的子宫内膜它其实都需要这个你的一些荷尔蒙在那边维持这个内膜健康。当你荷尔蒙震荡很大的时候呢那这个容易就是会有一些异常的出血。那再来就是说在打瘦瘦针的时候它会造成就是说你不吃不喝，而且容易就是脱水，然后电解质又不足，这个其实对身体来讲是一种压力。好，那这种身体在这种压力下这种反应的时候，有时候变成是你就不会排卵了，所以就是它也会有导致这种就是抑制排卵的作用。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吃瘦身之后会有比较严重，就是说肠胃不适或者会一直吐。然后一直恶心呕吐，那就不想吃东西。就是你吐的时候，如果刚好你其实是想要避孕，然后你有在吃口服避孕药的话，那这个就会干扰这个口服避孕药的这个就是效果。变成说你可能就是口服避孕药的这个效果会降低可能会有这个意外怀孕或者是就是避孕失败。对，那还有另外一个说，就是在这边要比较提醒，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有在备孕的话。你最好怀孕之前2个月你要停这个瘦瘦针，因为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它有这个胚胎的发育毒性，因为胚胎需要营养嘛，它需要热量嘛，然后去成长嘛。可是如果你母体本身就是在限制热量，然后你又就变成是蛮多的这个微营养素缺乏的话，这个其实就会干扰这个胚胎的这个发育这样子。对，那再来，除非就是说这个关于如果你本身是过重、严重体重就是过重，然后有很严重代谢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你有这个多囊性卵巢 PCOS 的话，那瘦瘦针的话，因为它是可以帮助促进代谢，然后改善胰岛素阻抗，它等于是强力的去改善你的胰岛素阻抗。那这个的确是可以去缓解 PCOS 因为这个胰岛素阻抗，然后还有代谢问题所造成这个不排卵。那它的确这个时候就是它可以帮助排卵，所以就是说瘦身基本上是一个它的作用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也自己去查了一下一些资料，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瘦身这个药物呢，你们大家猜猜看，它可以在身体有没有？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种的这个就是品牌或者是它这个药厂出来的药，然后不同的 classification， 但是就是说你们猜猜看，就是它在身体最多可以停留多久？它的半衰期，药物的半衰期大概你可以猜，主持人猜猜看。我猜1个月吗？它就是大概是最后可以到1周。1周。对，有的剂型是半天，然后有的是到就是1周，它的就是药物的这个半衰期。对，所以的确是蛮长。所谓药物半衰期，就是说这个药物在你身体它可以多久维持在一定的这个浓度的这个意思。对，所以它这件事就是蛮强力的这样子那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关于以上，就是说，如果说是女性朋友的话，你在使用瘦瘦针之前，你可能要先思考一下这几个面向，然后你再研究，就是说，那你是不是现在体质状况适合去做这个吗？还是说我们先把体质、妇科的整个荷尔蒙环境先优化好一点之后，然后你再去打这个，那这样也会有助于降低你的就是副作用。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
比较新的这个医学，其实很多人都想要赶快去尝试。当然，它在整个科学研究来看，它是对于人体是安全的，它才会推出。但是毕竟在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你每个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也许你有亚健康，也许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使用了这个新的这个治疗方法之后呢，可能不对你来讲会产生的另外一些出来又要去处理的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身体有一些不是说那么能够适应某一些情况，尤其是妇科问题，刚刚提到女性朋友可能出现了更多的副作用，所以更要考虑。但是女性朋友用的还真的是比较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美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还是蛮大量在使用瘦瘦针的，有没有出现一些争议的情况呢？就您的观察 ，Dr. Lin。对，有啊，其实就是说，所以有导致一些官司跟诉讼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一张图就是我在这个最近整理的一个就是资料，就是这是截至就是上个月好2026的7月目前有的这个瘦瘦针的这个诉讼的新的一个状态这样子那都是在 ongoing 那前面最右边这边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它有这个第一个就是有3948起这个 case 就是诉讼 case 就在讲说这个肠胃道损伤，因为瘦瘦针最重要的就是它就是让你食欲整个就是下降，然后让你就是不想吃东西那你就不用靠意志力去减重，对，那可是这个其实就是会造成肠道就是损伤，所以第一个蛮多，如果我们去看这些 case 的话，数字3000多起都是肠胃道的这个损伤，有这个胃溃疡胃阻塞然后还有这个不小心就是有吸入性就是吸入性肺炎的这种状况，然后再来是视力受损然后这边也是视力受损，中间的部分也是视力受损这样子，对，那这些都是还在就是 ongoing 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子。是，所以其实 case 也不算少咯，因为其实能够摆到台面上的，有些可能是私下就是治疗之后可能恢复，它也就不会上去到司法，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诉讼的部分，那这个还算是蛮大宗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不过我们还是说回来如果从美国功能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哪些人是比较适合瘦瘦针的呢？对，因为其实这个目前说以美国功能医学界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有严重的这个代谢问题，然后你达到就是重度的这个肥胖，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在想说，大家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所谓重度肥胖到底是到哪一种程度呢？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相扑选手，就是这个尤其是退役的相扑选手。因为相扑选手还在役的时候，就是他还在从事他这个职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就是运动量他这个肌肉训练其实是蛮强的。但是他退役了，他不用再去跟人家这个找 wrestling 比赛的时候，这时候他的问题就来了。然后这么大吨的这个体重要减这个时候其实是真的是有点就是困难。所以就是说重度的这个肥胖。这是第一个。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相扑选手，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比较是男性。那女性的话，你可以想到就是内地之前有一个前2年有一一个电影是那个贾玲，有个演员对，他是导演兼演员，对，他增肥。他电影中他出来电影中出来的时候，他是105公斤的。然后后来那是很励志的那个一个电影，然后后来他是打减肥成功，全集变成55公斤，从105到55公斤。对，然后一年吧。对，那我就说，我要讲的这个贾玲，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另外一个女性的这种代表，就是说那样子的重度的，就是肥胖，就是你体重都快要破100了，就已经破100了这样。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严重这个就是重度的肥胖，再加上你已经试过生活形态的调整，例如说这个饮食运动生活形态这些，你真的是有试过。可是我们讲试过说，你真的有执行。然后你有执行正确，因为这个我临床上发现很多客人会讲，就是说有我有做可是你实际去问他，就是可能就是要么是他没有做正确，他不知道怎么做，或是说他的这个执行程度就是不是很高。我们也不是说真的都要执行到100%啦，你至少执行个80%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看执行的程度
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你的荷尔蒙或是代谢相关疾病是否有治疗了？假如说你本身是有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甲状腺低下，那你这个是什么治疗了？因为甲状腺低下也会造成就是就整个代谢变低啊，然后体重就是过重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女性荷尔蒙。你的女性荷尔蒙是否就是平衡？因为女性荷尔蒙失调不平衡的时候，基本上也会让你就是体脂就是容易就是一直产生。所以这些疾病你是不是真的是有去治疗了？好，所以刚刚说从有3个因素，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如果你这些你真的都有去做，你不是重度肥胖，然后而且就是你是重度肥胖，然后你真的试了这很多生活改善的形态的方式，然后你该治疗的病你也去治疗了，结果还是不行。那你可以看要不要考虑就是瘦针用当做短期的这个辅助手段，因为以目前美国功能医学的这个就是比较说这个共识，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建议说这个是比较是短期的辅助的手段这样子。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林医生啊 ，Dr. Lin 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真的是过重，或者是你有特殊情况，真的需要来控制体重的人。或者是有些是比较病的，如果你再不瘦下来，你可能是会生病的。这样子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比较需要用这种比较快速的方法，快速的方法来去减重。那其实一般人来讲，其实还是医生还是会建议，就是要控制体重，最好是还是比较自然的、天然的方法、健康的方法。当然，我不是说瘦针不健康，而是说它毕竟会出现一些未知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如果有些人就说有人讲鹰嘴豆是减肥控糖的好食物，可以唤起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的这种天然瘦针，这个听起来还是蛮厉害的。所以请教一下 Dr. Lin， 这个鹰嘴豆我们要今天进入主要的话题，就是鹰嘴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处？它不是属于淀粉类的吗？对，就是鹰嘴豆呢，这个的确就是说它是可以帮助这个人体去增加这个GLP-1，就是这个肠泌素这样子。对，那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下，刚刚前面就是这个内题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观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这个肥胖它本质是属于代谢异常的一个就是疾病。那基本上呢，它其实跟其他现在很多慢性病一样，它都是多因素的都是多因素 multifactorial，multi 就是多种嘛 ，factorial 是因子因素的意思。好，而且呢，它都是 multi system， 就是说它是多重系统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才导致肥胖。对，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功能医学现在的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台面上的共识，就是说，其实说你真的要解决肥胖的话，其实是要很多因素和很多系统，你都应该要先去治疗，然后先去解决，然后真的不行，好，那我们再考虑是不是真的是短期的这个就是瘦针，因为肥胖其实基本上是一种系统性的失衡它跟你的这个你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甲状腺还有你的性荷尔蒙调控你的肠道问题跟你免疫问题，还有你的大脑的这个跟你身体的不同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沟通线就是我们大脑轴脑肠轴这些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对，所以就是基本上现在美国功能医学界的这个比较共识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先从这个 multifactorial 多重因子跟多重系统的这个观念，然后先去做治疗不行，那我们再来考虑强力介入这样子。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特别要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它的真的是它是复杂的一个结构，而且很多时候你出现的这样的症状，假设我们说出现肥胖的症状，可能是你的生活、你的各种方法，或者是你身体的某一个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要去解决它。那我觉得功能医学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是相当好，就是你去把身体的状况给解决了，再去处理这个问题出现的一个症状，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建议，而且我个人还蛮欣赏，就是功能医学它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的。是，所以还是请 Dr. Lin 再帮我们讲一讲这个到底鹰嘴豆的部分。对，因为像这个鹰嘴豆，它是会帮助这个身体去产生 PLG1， 所以 PLG1 其实基本上是你自己本身就可以产生的东西，它不是说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外来的。
外来的因素。那当然，除非说你某个带一些疾病的状态有没有，然后导致就是说，你产生具有 P1 的这个能力就是下降了。那 OK 好，我们再用 GLP-1。那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可以多吃这些，就是说，有帮助你身体去产生具有 P1 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你又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形态的话，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自然医学里面讲的，就是说你本身就有的治愈力啦。对，好，那就是这个天然收这个鹰嘴豆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说它有这个抗性淀粉，好，它含有就是抗性淀粉，然后它蛋白质的含量又比较高，它蛋白质的含量呢大概是就是白饭的这个3.3倍，也就是说你100公克的这个熟的鹰嘴豆的蛋白质呢，跟100公克的这个白饭的比的话，就是它是它的这个3.3倍这样子。对，所以它基本上又可以帮助你延缓血糖啊，然后又有饱足感，然后又可以你知道增加你身体的这个 GLP-1，我自己也蛮爱吃的。我也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鹰嘴豆，因为其实在美国有各种不同的豆类，但鹰嘴豆是我个人还蛮欣赏的，就是你不管热的吃、冷的吃都还蛮好的，然后搭配，因为它其实它是可以很多元化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足，所以它可以搭配各种，比如说中菜啊、西菜啊，它都可以来搭配。对，没错。那现在因为我们讲到鹰嘴豆，很多人可能想说，那我如果现在想要透过吃鹰嘴豆来做减肥啊、控糖啊，到底应该用多少鹰嘴豆来取代主食？它是可以取代主食的，对不对？那万一如果吃太多，会怎么样呢？OK 好，基本上鹰嘴豆呢，它基本上不是属于蛋白质类的，它还是属于就是这个五谷根茎啊，它还算是属于淀粉类的。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淀粉差不多60%，那65%，然后它的蛋白质大概21，脂质是14。好，那所以其实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来变成就是你的主食。假设你今天原本是要吃白饭，那你就可以把它同等的分量，就是换成就是鹰嘴豆这样子。好，那如果吃太多的话，有些人就是如果肠胃比较弱，或者是说容易就是胀气啊，本身消化能力就比较不好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吃的比较少，或者说我们下面等一下晚点会介绍就是不同的煮法，然后让它比较好消化，你就比较不会就是胀气这样子。好，那所以基本上是它是可以取代这个主食。对，是，所以我们就想说，假设我们如果比如说，我知道您个人很喜欢把鹰嘴豆加到主食里面嘛，刚才你有提到，所以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吃法？因为很多人可能说鹰嘴豆说起来我们只是当成一个小的配菜，但是如果要当主食，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的难度，到底怎么做呢？您可以分享一下怎么吃鹰嘴豆又可以健康呢？ OK，所以我之前都会教这个患者，就是说可以把你的餐盘分成就是所谓的3-2-1哈。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图的左边就是你的餐盘，假设是一个圆的哈，那你的左边3份就是一半，好，一半都是放这个青菜，好，只有青菜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这个右边有2份，好，就是你把这个圆圈圈当做这个蛋糕切一样。然后等于就是这个有2份，你把它是放这个蛋白质，然后有1份是放这个就是全五谷杂粮。好，那你到时候如果你要吃鹰嘴豆的话，其实你是把它放在这一份的这个就是五谷杂粮，所以你的餐盘大概可以是就是这样子去分，那你也不会就是吃过度的这个淀粉进来这样子，就你要控那个量啊。3-2-1，大家记住一下，不是2-1-1哦，就是3-2-1。如果要鹰嘴豆来控糖的话，那我们刚才看到这怎么分配嘛？那如果说要以做法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做法的话，基本上就是它可以就是你可以是水煮，或者是用蒸的，然后或者是变成泥。所以现在所以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很多鹰嘴豆泥嘛。这个希腊菜里面有很多这个鹰嘴豆泥，有时候他们的沙拉好，或是拌什么东西都会用这个鹰嘴豆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你这个如果是你可以水煮跟这个用蒸的话，它的就是 GI 值大概是28到33，都算是低 GI 的食物。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就是再更好消化一点，你可以把它弄成泥或者是压碎，那 GI 值会有点上升到40，但是也都还算是就是都是维持55以下，都还算是低 GI。那鹰嘴豆泥呢，有时候就是他们都会再加一些，例如说橄榄油啊，
再加一些油进去，尤其是那个地中海食物、希腊食物、希腊菜的话，那这个都会延缓这个就是血糖上升。所以不管说是你是蒸呢，还是煮，然后还是你要弄成泥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那个超市他们会直接有卖已经有现成的泥，都很方便。是，其实现成的这个泥啊，其实很方便，就是可以沾面包吃。如果你平常早餐是吃面包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或者是说，像一般亚洲人的料理都会像比如说印度菜啊，加一些其他的配料，其实它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所以你不管加什么样的配料，它就会配合那个配料的味道。所以大家不妨回去可以试试看哦。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Dr. Lin， 我们除了鹰嘴豆之外，还有哪些食物真的是可以促进我们分泌肠壁素呢？也可以当做天然瘦瘦针来使用。对，所以其实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像是这个燕麦，好，我们大家就是早餐会吃的这个燕麦，这是其中一个。不过你在就是选燕麦的时候，你要找那种就是不要是那种即溶式的 instant 的那种 oats， 因为那个是它的纤维大部分很多都被去除掉了，所以它那个其实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你要找那种就是 raw oats。就是那种你可能要特别再煮一下那种纤维是比较多的，然后它也会增加就是饱足感。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大麦呀、小薏仁呐，还有像是这个花豆好，就是地瓜叶地瓜叶就是我很怀念那个台湾的其实美国可以买到地瓜叶，我发现很多华人的农场他们其实都在种地瓜叶，所以在美东这边其实还蛮多地瓜叶的，真的是很幸运的我们。对，可以尝试看看。没错，对，就是地瓜叶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oyster mushroom， 就是这个袖珍菇，对，就这些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就是就是可以多吃啦，对。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刚才其实 Dr. Lin 有提到花豆其实在美国其实他们是吃就是咸的，不是我们台湾那种吃刨冰然后放进去的那个花，但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它煮法不太一样，所以它的升糖指数也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了解到其实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取代啊，那另外其实说到50-60岁的长辈，不能说长辈啦，就是50-60岁的壮年，这个肠胃真的是慢慢开始变得敏感哦。比如说我们吃豆类就容易胀气，刚刚 Dr. Lin 其实也提到了，甚至有些容易就是放屁比较多或者是胃酸逆流。那鹰嘴豆怎么样煮才不会说让肚子胀到真的那么不舒服呢？你有什么样的 pebble 吗？因为这个会容易胀，原因是因为这个豆类它有这个寡糖。好，那因为我们人体有些人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分泌这个酵素去分解这个寡糖，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寡糖到了肠道之后，你肠道的菌就会把它就会去把它产生这个太多的二氧这个 CO2， 然后或者是这个氢气，那你就变成是胀气。那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在煮的时候你把它泡水，好，就是先泡，然后先泡8到12个小时，然后你要把那个水丢掉。那个水一定要丢掉，因为寡糖就是会出来，然后溶在这个水里面。你就是把这个水就是丢掉，然后你这样子的话，你再去煮它。好，你可以就是用那个什么就是煮或是炖的高压锅，对，然后让它对，这样就比较不会胀气。然后另外一个是吹芽，也就是说你让它你知道就是让它有点小发芽，那这个部分也会就是减缓这个就是胀气。所以就是说你把它就是放个就是1-2天，你放在就是泡水里面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水倒掉之后，然后放个1-2天，然后让它有点小冒芽的时候，不过这很耗时间的现代人我不确定有办法这么忙，可以在家自己搞个2-3天吹芽嘛。是，但是如果要为了健康，我觉得还是很多人愿意，就是说花一点点时间，其实没有错，你就对我觉得其实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可以让你吃得很健康。我觉得来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很愿意，也愿意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其实有些像豆类的东西，它经过吹芽之后，其实它的营养素还真的是蛮高的，然后大家不妨试试看。好，那另外有一个部分我们讲到了这个要怎么鹰嘴豆怎么样煮才不会让我们胀气那这个部分呢，另外有一些人比如说像肾功能或糖尿病患者，就肾功能比较差的或糖尿病患者，假设像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他们吃鹰嘴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呢？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先讲就是说，假设你是糖尿病患者，但是你肾功能还是正常的人的话，
好，假设你是肾功能正常，那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个鹰嘴豆，你就可以当做就是主食。好，假设你今天原本的这个主食是6份，好，假设是6份，那你就是一天6份，那就除以3，然后一餐就是2份，那你就是可以把这2份的主食用鹰嘴豆来就是取代，那就是一份的这个主食鹰嘴豆，差不多是55克熟的这个鹰嘴豆，那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取代就是你的主食，而且所以对糖尿病来讲的话，它是适合吃，但是你还是要控那个量，就是你的主食的量这样子。好，那如果因为你因为鹰嘴豆基本上是高蛋白质，还有就是高钾跟高磷，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是有肾功能开始有问题了，好，看你是到肾功能的这个慢性肾病的第几期的话，之后就要看你肾功能这个状况，那就可能就是要少吃一点，或甚至可能不能吃，这要看你知道慢性肾病第几期。因为这个跟它，因为它比较蛋白质量比较高，然后又有高钾跟高磷，所以到时候可能还要看一下你的血液检查数字，再决定说你到底是可以吃就是多少啊，不然就是说你如果你吃了有肾病的人，可能还是有吃一点蛋白质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鹰嘴豆，如果你有吃鹰嘴豆的话，那你其他蛋白质就是要少吃，然后或者是就是你在煮的时候，你把它泡比较久，你泡12个小时以上。然后把这个水丢掉，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钾跟磷都会溶在这个水里面，那就比较就是你就不会摄取这么多钾跟磷这样。所以的确是要看你肾功能现在的状况，才决定说你这个到底吃量还是吃多还是吃少。可如果你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但是你都还没有肾功能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其实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低 GI 的低升糖指数的一个主食这样子。是，这个推荐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刚才有观众帮我们回答，因为美国叫做鹰嘴豆，那可能在华人的社区它叫做雪莲子，是不是雪莲就叫雪莲子，名字不太一样，名字不太一样。那我相信亚洲也很多，在台湾也很多，所以你可以适当的吃。不过刚才 Dr. Lin 也特别提醒了，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肾功能比较差的人，你可以泡过12个小时之后再去煮，那当然适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是不太确定，也建议您可以找您看的这个主治医师或者是功能医学的医师来跟他请教，大概你要怎么吃会更好一些。我觉得有关于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会很有兴趣。我想其实最后还是请 Dr. Lin 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如果说真的是你希望用这个鹰嘴豆来替代这个瘦针的话，那你有什么样的比较要注意的事项？请 Dr. Lin 为我们做总结，谢谢。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控制这个量嘛，好，你把它当做主食吃，那你已经吃了这个鹰嘴豆的话，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去吃这个其他的这个主食。不过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应该会让你比较有饱足感所以像我昨天晚上就因为今天早上要上这个就是节目嘛，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煮了一个那个西班牙海鲜饭，然后但是我是加了那个就是鹰嘴豆这样子。对，OK， Dr. Lin 的餐非常的健康哇，对，大家可以截个图，我觉得其实您可以怎么做的？刚刚那张图可以再看一下吗？看一下，哇哦，就请导播再回到第一张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张图。您那个是您的晚餐还是您的午餐？那个是我刚刚那个是我昨天做的晚餐。你昨天做的晚餐，哇，这个是之前这个就是我就是在秀说就321。餐盘的概念，所以你一半是3都是青菜可能这样，你可能能不能请导播在那个对，然后导播可以再让我们看一下那个刚才的那张图吗？第一张图，对，这个就是第一张图就是一半都是那个就是青菜嘛。好，然后就是这个右上方就是一块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是鸡肉吗？那个是鸡肉，蛋白质鸡肉，哇，鸡肉。然后在右下方那个就是主食的那个鹰嘴豆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吃，就321嘛。所以我说这种的鹰嘴豆就是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吃，对，但是你还是要控那个分量。所以你看这餐盘里面鹰嘴豆算是只有1嘛，你把它当做就是一份这样321的这个概念这样子。这个大家有学习因为这个其实看起来做法还蛮简单的，对，然后菜的分量也很足，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也有这个优质的这个抗性淀粉，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不错。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然后还有这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是那个昨天的那个也是昨天的吗？那昨天的那个早餐。对，那再请导播可能开放第二。好，这个是吗？你早餐就吃这样吗？这个我早餐吃不掉，对，我还会喝一杯蛋白粉，所以这个我通常都是对。然后所以这个下面那个面包是 Ezekiel bread。那个是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是它就算是发芽过的面包，所以它下面的那个面包就是蛋白质差不多等于是一颗蛋的蛋白质。然后我很喜欢吃酪梨，然后我再放就是再丢一些那个非常营养豆这样子。这样吃这样其实就也是蛮饱的，很饱其实这样吃还蛮饱。酪梨又是身体最好的油脂，对吧？对，然后下面很好的油脂。对，然后我下面那个面包是五谷杂粮的那种发芽过的那个面包，发芽过的，对，是发芽过的，所以真的是很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挑选面包的话，如果您真的是比如说有一些胀气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有这种比如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代谢那个面粉，有些面粉你真的可以去挑选，或者是你可以在美国你可以选 sourdough，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面粉。对，那我们最后可以再讲一张那个就是那个西班牙海鲜，那个我加的那个，我好想学哦。对，这个下一个是吗？这个第三章，第三章，对，我有加干贝很大。哇，那个对，这个是炖饭吗？这是炖饭，对。然后我有就是我有丢那个鹰嘴豆下去，我有放鹰嘴豆这样子，因为我把它当做就是主食嘛。不然一般的西班牙海鲜炖饭那个饭其实是还蛮多的。那我自己弄的话，我就是你这有加青瓦吗？我没有加这个，我没有加青瓦，我没有加青瓦，然后我就加了那个就是还有那个Brussels sprout， 就是那个。Brussels sprout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那个什么高丽菜心，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Brussels sprout， 然后还加了那个就是中文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对，那就是球茎的，有一颗一颗的这个。对，所以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自己平常喜欢吃的菜，然后再去把它一起煮。哇，对，所以它其实鹰嘴豆其实可以把它就是放在炖饭里面嘛。对，炖饭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像还有一个，对不对？您还有一个没有，就鹰嘴豆的食谱，哇，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应该主要这三个，我放照片，应该主要这三个，就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真的还蛮足够的。那我想，如果大家呢真的不太知道说要怎么样去调配，或者是说您今天听完 Dr. Lin 的分享之后，你也很想来试试看，用其他的替代方案来代替瘦瘦针，我觉得或者是你有各种的问题，我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就是下一次呢，我们也可以再邀请 Dr. Lin 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于他的在功能医学上面他怎么样实践啊，平常民众怎么样跟他一起做配合，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尤其在预防疾病这方面，我觉得功能医学其实调整我们的身体，然后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其实还有我们的饮食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好，那 Dr. Lin 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观众的呢？对，我可能还要再有一个部分要再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打瘦瘦针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快速减重的一个就是手段。那不过就是现在就是美国功能医学界也在讲，就是说这其中要比较注意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流失的体重中呢，有高达20%到50%的这个的部分呢，都是瘦肉组织，就是你的肌肉，就是你的 lean mass， 你的 lean muscle mass。那这个其实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就是大幅的这个就是下降。那后来研究也有发现，就是说，就算就是说你之后可能体重回来之后呢，你的代谢率有可能还是会就是维持是比较在低的水平，所以这是要比较注意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因为就是快速减重，你掉的到底是瘦肉，还是到底是真的是肌肉，还是说是你的就是肌肉？那这个后面有没有办法回来？这个是现在还蛮多学术界在探讨的部分，尤其是美国功能医学就会探讨这个部分，因为就是你掉这么多，可是你掉的到底是哪一种？那现在发现说，大部分其实掉的都是这个瘦肉组织，都是 lean muscle mass。那你的基础代谢率就是又下降了。那所以它这个是真的是就是说很快的。强力的，就是让你减重，所以真的是蛮适合，就是说那种退役的相扑选手，或是破百的，对，因为那个打瘦针你不用什么意志力啊，
你只要能够有被接受打针意志力就好了，你完全不用什么意志力去管你要吃什么，你要运动什么，就是都不用。所以它这是一个懒人的这个就是不用意志力的这个方法，但后面它会带来这些影响，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去深思。那怎么样就是把你的生活形态融入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啊？我们也多吃一些这个瘦针帮助能够分泌体内瘦针的这些食物哈，这也是一种选择。那我觉得到最后其实都要看这个个人体质还有每个人的就是状态，对，有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事一定是黑与白，这真的都是要individualize 的去看你个人的现在的状态，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感谢 Dr. Lin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也提醒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它毕竟是一个很新的医学。那当然，如果您是一个比如说相扑选手退役啊，或者是你有这个疾病的状态，你必须要使用的话，那其他的部分你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你可以去跟你的医生做沟通。如果我想，其实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当然同时医学的进步也可以帮助到人，但是就看你的身体适合什么样。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Dr. Lin 带来精彩的解说，期待下一次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话题再邀请您过来，谢谢您，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下次见，拜拜，下次见，拜拜。其实说实在的，刚才听 Dr. Lin 分享之后，我也觉得就是说瘦针不是真的想瘦啊你就打，也不是说体重下降代表你的减重成功，因为刚才提到，如果我们瘦掉的是我们的肌肉的话，那真的是影响我们的代谢。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稍微考虑一下，跟你的医生做一下适度的沟通，或者是听取第二个 second opinion 第二个意见。我想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关键，因为跟你的健康有关嘛。那如果您是否已经过度肥胖，或者是已经尝试过饮食、运动，还有荷尔蒙代谢疾病都没有妥善处理，我想经过医师的完整评估，也可以来就是去了解一下。那当然，如果你要想从饮食开始，鹰嘴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适当的用适当的分量取代原本的白饭啊、面食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当然，医生也提醒我们，如果你是体质比较敏感，或者是你真的你有一个肾的功能下降的话，你可能要记得跟医生沟通，或者是你要把这个鹰嘴豆泡8到12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开始煮。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好，祝福大家都能够用最健康的方式瘦身成功，有一个苗条又健康健美的身材。如果你身边也有使用瘦针的朋友，想要用天然的方式来取代，请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他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